雕漆，左下角的是我们这种料器，料器也是玻璃制品，右下角的铜蕾丝的这种金属的这种工艺，这种金属雕漆，包括这种料器，还有一些陶瓷，影响到了家具制作，把这些这种技艺促进到了家具中。而清宫造办处是皇家的工坊，是结合了全中国当时是最优秀的资源，叫最优秀的工匠资源、先进的技艺资源，叫珍贵的材料资源。而清代家具呢，它以宫廷家具为代表。从现今存世的清代宫廷家具来看清宫家具多数都是精雕细刻的典型之作，造型上是庄重威严、厚重明寡、富丽堂皇，在装饰风格上采用多种表现手法。清代的宫廷家具这时候已经形成了求多求满、求富贵风格特点，家具雕刻也是越来越精湛传神。奢华迷丽，嵌各种各样的这种铜、珐琅、百宝嵌钨钨丝，达到了金漆出彩效果。我们看乾隆时期的这种木质家具一般乾隆木质家具是把这种名贵的材料是施加在紫檀、黄花梨、红木、楠木之上。这是宫廷家具呢，是制作数量之多，工艺之精湛，品种丰富，在家具装饰上力求华丽。我们看这种当时是比较先进成熟的，我们从广东传来的这种掐丝珐琅工艺，运用在我们这种广做的这种紫檀红木、紫檀家具雕刻上，形成的完美结合，相得益彰，幻彩生辉。在红木的这种家具打顶，那么嵌上了珐琅、金银、象牙、竹丝等不同的装饰材料，追求的富丽堂皇。这是我们故宫藏的这样一个宝座这皇家是用的这种宝座是这种看这种宝座是那种漆平式的，是卷书式，靠背带扶手的这种宝座，边框是紫檀木制作而成。它的这样一个靠背和两侧扶手平行上是在玻璃地上嵌上这种鸡翅木，然后同时呢，在鸡翅木上面嵌着那种树石。我们看嵌成这种枝叶上用这种螺钿，还有青金石嵌成的各种各样的花草、花鸟、花草的这样一个图案。我们看这个是在这种鸡翅木上嵌的，用玉做成这种梅花的这样一个图案。在雕刻技法上，这是故宫藏有我们故宫寿康宫的这样一个黄花梨雕龙大柜，大柜通高2.9米这个整体大柜上用黄花梨制作而成。那么在这个大柜上，我们可以近距离看采用了浮雕、圆雕、叠雕等手法，是刀锋锐利，丝丝入扣栩栩如生。我们一般的照片都是从正面拍这种龙爪。我是周老师，因为我比较有便利，但从侧面，我们从侧面看到利爪丝张那种感觉呼之欲出，栩栩如生。过去我们都知道过去我们是没有机雕，都是用手工雕，这完全是用手工一点一点的用手工一点点的雕刻出来的，精湛传神。我们拍家具很多都是在正面周老师特地是蹲在下面，从底下往上拍。从底下往上拍，我们看这种一层层我们看这种铺开上去，层次感很强。而我们现在机雕是达不到这种层次感的，机雕是达不到这种层次感，都是在一个平面，而用手工雕刻呢，都是有不同的平面。我们看这种叠雕，这种采用高浮雕、深浮雕的手法，在这个木质的这种黄花梨的这种家具的大柜上体现的淋漓尽致。我们看这种云纹如意云纹，精雕细琢，匠巧工心。这是一个紫檀嵌玉的龙纹宝座，大家以后有机会到故宫可以参观。我们故宫在午门的西边开了一个南大库家具馆，这家具馆里边一进门，一个非常开眼的一件家具，打开门的一个是1级品质紫檀嵌玉龙纹宝座。我们看这个龙纹宝座整体采用紫檀木制作而成。我们看紫檀木制作而成，它的靠背和两个扶手，包括它的这种座面，包括那个腿部的边框就用紫檀木制作成。但它的靠背的那种扶手的那种，包括扶手这种芯、靠背芯，然后我们看包括这种腿夹部都嵌饰了和田白玉，还有各种各样的宝石，嵌饰了这种龙纹。我们看它这种大脑，靠背上的大脑
是蝙蝠，用白玉和田白玉嵌这个蝙蝠，在它的靠背心呢是用碧玉底，在碧玉底子上再嵌上白玉和田白玉这种正纹。再看它的这样一个，它的座面下边呢这种瓦唐布的甲板上，也是有这种各种各样的石料，还有白玉嵌成的这样一个团花纹，这样蝙蝠纹。包括在它这个拱肩处啊，我们看拱肩处下面的这样一个透雕的铜花的这样一个花牙，做成这种拐子的这种花牙。这个宝座呀，除了我们的座面，它的上面的靠背的扶手上雕刻之外，它的座面，这个座面是用紫檀黄花梨拼镶而成的斜万字锦地纹的这样一个座面，这个工艺也是非常精湛。我们看从这宝座能看出来啊，它用紫檀佳木做它的边框用它的和田白玉嵌饰在它靠着它扶手正中，然后采用各种各样的铜花工艺，还有不同的这样一个再看它收腰上的这种珐琅，嵌在这样一个珐琅的这样花板嵌饰在它收腰上。我们从这个宝座能看出来啊，它采用的实际上是广座，它有广座的底子。我们看它旁边这种铜花这种风格包括嵌珐琅是广座，但它的座面，我们看它的座面上的斜斑锦地纹，它是苏座，等于是广座、苏座。不同的这种做法同时应用在这样一件家具上，形成了这种清代宫廷家具一体的这种风格特点。那么这个宝座呢，皇帝一般来讲是坐在宝座上有时休憩。要是平常不坐宝座的时候，一般都会放上这样的如意，然后这样一个把镜，然后这样的唾盂是放在宝座上。这是一个清代很多道观内务府的这样的宫廷的这样的陈设档里边，很多这种宫廷的陈设档里面都记载，宝座一般上都是喜欢放这三件，这三种物件。这是个紫檀边座，这也是个木质家具，鸡翅木嵌鸡翅木玉人的这样一个山水的这样一个插屏。我们看这插屏有特点它这个插屏整个用紫檀木做它的这样的边框。它的边框、它的战牙、它的陶环板、它的这样底下的批水牙子，再看它的这样的平心儿是在玻璃镜上嵌的掐丝珐琅做成的这样一个亭台楼阁，白玉嵌饰的这样一个人物是站在亭台楼阁上，是观赏这种水是那个亭台观赏风景。这个插屏并不是普通的屏蔽类家具，我们看它屏框比较厚，那么它是很有设计感，我们现在都讲叫设计。叫设计改变生活设计点亮生活，它有设计很强的。实际上它是一个鱼缸，养金鱼的这样的鱼缸，它的屏框比较厚。我们看看，鲸鱼呢是我特有的观赏遗种，祖先呢就是野生鲫鱼。那么中国古代很早它就养了鲸鱼后来觉得这种鱼吧，它实际上它食用上它并不适用，它刺儿比较多。你说你要是用食用，它并没有多少食用价值。养的这种鲸鱼呢，我们看它的颜色非常好看，就成一种观赏性的这样的鱼类了。我们看，大部分的这种精细的鲫鱼输送到达官贵族的小池塘中喂养。那么在宋代的皇宫中也是专门的建了这种鲸鱼池养鱼的。北京的京中都鱼藻池，因为这个地方是在我们北京西站附近，也有皇家饲养的这样的鱼的这种小鱼塘、小鱼池，作为贡品呢，有时还进入到宫中。我们看看这个鱼。在明代呢，它也是文人雅士这种书房雅士里的重要点缀。那么明代文人高廉在《尊生八仙》里边这样描述他书宅环境的这里边他用的都是文言文。咱们用白话来解释都是书宅呢要明净，不可太长。那个明净呢可爽心神，红场则伤目意。那么在这个书房的这样一个里边镜窗处呢，我们看看还要养那么几头鲸鱼，以观天机勃勃。那么在汉末飘送的书室雅宅外种植一些绿植，再在窗外置一个盆池，蓄养几条那种生机勃勃的鲸鱼，以观天机勃勃。到了这个清代以后这种明清两代皇帝都是比较喜欢养鲸鱼的清中期以后，皇帝和大官贵人把赏鱼作为一种乐事纷纷于园林或者府中凿池养鱼，有专门的这种养鱼的这样的专业人士叫鱼把式。
我们看清代宫里边很多这种鱼缸，我们看看有那种木质跟木头似的，那么还有瓷器的，还有珐琅的。而右下角是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我们今天这样一个插屏式这样一个金鱼，养金鱼这样的鱼缸，我们看从这儿能看出来啊。左下角呢是楠木嵌瓷盆儿，这是楠木嵌瓷，我们看它做成个小炕桌，实际上它并不是炕桌，是在这个炕桌中间挖出一个凹槽啊，嵌上这种瓷盆儿，在里面是养鱼。而我们这件紫檀园林人物嵌玉插屏呢，可以称得上另类鱼缸，它有着与众不同的设计。边框较厚，它里面可以放鱼，因为它后面那个边框可以打开。我们把后打，边框打开后就是这样一个透孔，3组镂空的雕花透孔，正好成为鱼缸的透气孔。鱼儿在里面自由的这种游而不至于憋闷缺氧。我们看上面这个小透孔，这是透孔，专门那个置换空气的。打开这种插屏背板，鱼缸从插屏的背面放去，镶入玻璃那面，正好成为插屏平行正面庭园的小景的这样一个背衬。我们看就可以看出来哈，玉质的仙人凭栏前望，金碧辉煌的水榭庭轩矗立水旁，池中的鲸鱼欢乐的畅游，好比极具写实性，生动画面，可谓设计精巧，匠心独到。我们刚才讲的是屏风啊，鲸鱼。那么现在呢，这是一个金漆龙纹的这样的平基。我们这个平基是做什么呢？用的呢是中国古代我们最早的先民啊，是席地而坐。那时候在那种我们的这种座椅出来之前哈，古人席地而坐，那么都要往后倚靠的这样一个靠具，既可以往后倚靠，又可以往前平伏的这样的平基。我们看这个金漆龙纹平基啊。这是清代康熙时期的这样的平基，我们看看，平基是做成金漆的这样一个嵌象牙的这样的平基，它里边是往里凹进去的，两边的这样一个翘头呢做成浪花式的翘头，3弯腿的腿足金漆嵌龙纹，金漆雕龙纹的，里边的这种花板呢是用象牙做成的。我们从这边能看出来，这是个平基，是金漆修湿漆雕龙纹的这样一个平基。那么在古代的这样一个图景中哈，我们看看，这是个汉代啊，这个当然这是后代画的，后人是明清的画家画的，是汉代，是汉文帝召见一个民间的书生叫贾生，仕贺图。贾生是个人才啊，把他从地方上招到宫中为皇家效力。我们看这汉文帝下面就是平底这样的平基。仕贺图呢，我们看看这个贾生啊，就穿着一个平民的这样的衣服。那么把这个平民衣服脱了以后，穿上官服了，就开始进入那种官家了，所以叫贾生仕贺图。我们看这个弘历皇帝，这样是弹古琴，做了一个长大扇，后面也是要靠背，和平基的这样一个风格是一样的，这个也是一个平基风格。我们看看，这是一个清代文人王元启一局相卷。我们看它后边呢是靠的这样的靠景，和平基的风格是一样的，它往后是可以靠的。那么还有呢是可以往前平的平基，这是个坐在一个黑漆修黑漆的这样的一个靠背的这样的平基上。我们看，通过呢这个前世所绘的贾生仕贺和于鼎所绘的这样王元启一局相卷，可以看出啊，它既可以往前平伏，也可以向后枕靠。起源于中原地区席地而坐的时代，而当垂足而坐的风俗替代了席地而坐的习俗后，平基并未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而是在古代文人的文化生活中一直存在。紫檀嵌银丝的顶式桌，我们看这个桌子也是清代乾隆时期的这样的桌子，用紫檀木制作而成，桌面长方平直，下有缩腰我们看看这种桌台呢是比较厚重，这条腿图呢并不是直落的腿图，而是形成那种向外撇的外翻的这种腿图，外翻出脊。而它的这种紫檀上面嵌饰的这种银丝呢，是来源于我们山东的工艺，是潍坊银丝，把这种嵌银丝的工艺运用到了我们这种清代宫廷家具之中，然后做成这样一个顶式的仿古顶的这种顶式桌。我们看它的侧面它的这样一个兽面。雕这个兽首的扶手的这样图，这也是清代乾隆时期他比较喜欢上古3代铜器，令人边稀亲不见，而且收了很多铜器，就从这种青铜造型青铜鼎的造型中就吸收了这样一个设计灵感，
做成了这样顶式的这样一个桌子，顶式桌。我们看它这条腿图啊，也是向外的外展，形成那个向外翻卷的外展，旁边呢起那种旁边的起那种粗的脊。黄花梨木案，黄花梨木案呢，这是个标准的一个清代宫廷家具，采用黄花梨木，采用我们海南岛的黄花梨木制作而成，案面长方平直。它的那个案面边沿呢是板腕，四条腿图呢方裁直落下来，前后腿图之间呢采用那种足托给它相成，采用黄花梨制作而成。我们从它正面能看出来，它这个牙板上呢雕刻的回纹拐子。四条腿图，前后腿中间有挡板儿，有足托。我们从侧面能看出来哈，这种黄花梨木案的侧面呢，我们看哈，它的挡板是透胶的这样一个圈口，透胶的这样回纹拐子，连续回纹拐子的这样一个圈口给它围上。这个黄花梨的这种用这种回纹拐子，像回纹那种万字不到头的这种拐子。这也是清代乾隆时期啊，清代宫廷家具的这样一个常见的装饰的这样一个技法。这是黄花梨边框、鸡翅木、嵌染牙、山水楼阁、宝座屏风。我们看这宝座屏风哈，通体采用黄花梨木制作而成。这个宝座屏风呢，也是陈设于我们的故宫啊，是南大库家具馆。大家要到故宫南大库家具馆一进门。刚进门，我们看到是紫檀嵌白玉的宝座。那么往右拐就是靠东手的顶头，就是这件宝座，这也是一级品。我们看这宝座是一级品，通体采用黄花梨制作，但看它的宝座和屏风的屏心上啊，是在漆质上啊，是用鸡翅木、象牙、白玉嵌饰的山水人物的这样一个风景。我们看看这种宝座哈，边框采用鸡翅木，采用黄花梨，回纹拐子，它的那种搭脑。它的这样一个扶手回纹拐子，四条腿足呢也是直落下来，形成也是内卷的这样一个回纹轨的这种腿足，下踩托尼。我们再看它的这样一个靠背，我看它靠背的平行板上这个宝座哈，用这种象牙雕成的流云，用鸡翅木嵌饰的这种山水，用这种象牙来雕饰的这种亭台楼阁，采用多种多样的这样一个技法。这种屏风和宝座，它的这种风格采用的是一致的这样风格，也是用黄花梨做成它的边框，它两侧的这样一个站牙都是回纹拐的。它的平心，我们看它的中心哈，我们看它的中心哈，也是用象牙雕成的这种流云、亭台、楼阁，用白玉嵌饰人物，是在那种断崖上那种小桥上那种走，在那种两个崖壁之间，然后这种用白云嵌饰的这样一个，我们看到用象牙嵌饰的这样的流云，用鸡翅木嵌饰的这种山水树，玉人是在这种两个这种小桥之间啊，两个山之间的小桥上行走。我们看这是一个用黄花梨做成一级品的。这个宝座屏风呢是放在清代皇宫的叫福旺阁，是乾隆皇帝给自己准备养老以后休憩的宫殿，是每年腊月21日，我们看看是乾隆皇帝都会坐在这样一个宝座上啊，接受群臣拜祭。每年腊月21日请大臣那个吃饭喝茶。西清古鉴，我们打开我们一看啊，这是一个书函套，一个册页，一本书，西清古鉴。但实际上，我们打开这书函套以外，我们看到是这样的一个场景啊。这个左边呢是一个圆形的这样凹槽，里边有那种皇帝的衬布；右边呢是画着一面铜镜，上它是放海寿葡萄镜的这样的一个容器。我们看看囊匣，这是清代皇帝喜欢收一些前代的这样一些铜镜啊，汉唐铜镜收了很多，特地啊为铜镜啊是做了这么一个纯土铜镜的这样一个囊匣容器。但它并不是我们普通的那种囊匣，而做成册页包装。再看，因为它铜镜比较沉哈，它要是放在册页上，那册页它肯定就会把册页给压坏了。那么做它的这样一个放铜镜的这样衬底儿，用紫檀木做的这样一个双鱼纹的这样一个紫檀木做它那个背衬，圆形的背衬，再往下看，这样来把这个铜镜放在上面，用底下有紫檀木做的做它背衬。所以说这个家具呢，
也是个比较有设计感的这样一类家具。所以清代宫中的很多家具，并不只是我们想象中的这种雕凡客富，那么还有很多皇家自己的一些特殊的这样的设计组成在里面。这个是个普通的小赝品嘛，样品是檀木编作现瓷的这种白地墨彩的山水人物图赝瓶。我们看这种赝瓶哈，这种平心的挖槽嵌装白地墨彩的瓷板，这种墨彩始见于康熙时期。这里边就画的这样一个图呢，是耕织图，系统描绘了农耕及桑蚕生产的各个环节，反映出清王朝以农为本的治国方略。后边有它的这样一个诗文在里边。这是一个放的砚，是过去古代是在书房里边放在书房里边的这样一个放在这种书案之上的这样一个小砚瓶。账务雅器，清代木质清宫木质文具。账务呢，取自明代文人文正风所著的《账务志》里的账务。账务呢，本意是指多余的东西，而文正风呢，虽然脱离账务，但书中所写的并非多余之物，相反，它却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账务志》里面有不少关于园林的这样一些记载，还有里面有炉、史炉、花木、水石、禽、鱼、蔬果等都有涉及，其中里面有大量篇幅用写到了家具和里面的文具。我们看看，这个兰亭八柱的插屏，它这是个家具，我们看这是个家具，但是我们这个插屏和我们刚才看的那个鱼缸的插屏不一样，它们是檀木制作而成，然后用高浮雕现饰了这种兰亭雅集的这样的场景。我们周老师特别数了数，这个里边这个里面的人物是46个人物，而且最难得可贵是每个人物旁边呢都写上了人物的名字。它这个里边的这样一个装饰的图案雕饰图案是取材于东晋时期永和9年王羲之与西安等41位名士会于太平山阴的这个兰亭举行修景之礼。当时还有幅画，我们看这地方有幅画是曲水流觞，有很多文人雅士站在水边，然后一起是举行雅集。那么雅集以后呢，便留下了著名的这样的兰亭曲。我们看曲水流觞，那每个人呢都是坐在曲水边，那么那个是写诗，要是写不成诗的话，就罚酒一杯。看看，那么以后呢，这种兰亭序后来是从民间呢，从我们的这种人间可能带到是被唐太宗李世民带到墓里去了。那么留下了很多这种民间的后世的书法家的这样一些摹本，像褚遂良冯承素俞敏中包括乾隆皇帝自己都在模仿兰亭序，也写了不少这种兰亭序的这样一些书法作品。而乾隆皇帝特别喜欢书法作品，把这个历代名家所写的兰亭序这种书法作品特地收集起来，为这个名家的这种摹本专门做了这么一个插屏。打开瓶盖，我们刚看的瓶盖，打开瓶盖里边呢，我们看的是有8个抽屉，抽屉呢用那种正虚分对墙砍本，然后用8卦给它抽屉起的抽屉的这样的排序。而每个抽屉呢旁边呢都会写上是哪个书法家的这样的作品。比如说我们的冯承素俞敏中包括乾隆皇帝自己内府所绘的褚遂良内府所绘的一个书法作品都藏在这个8个抽屉里面。看，那么乾隆皇帝呢，出身贵胄，教育良好，属于标准贵3代是康熙、雍正、乾隆从他康熙开始因为他出生时他爷爷还在世对康熙皇帝包括雍正皇帝对他倾注了大量的这样的一个心血，把乾隆皇帝培养成内圣外王、文武双全这样的地方。雍正时始设尚书房，聘请徐元梦、张廷玉、蔡世远等一些名流做乾隆他们这些老师，教授皇子们严格的皇子教育。而19岁时对绘画产生浓厚兴趣。乾隆帝的绘画起点很高，周围始终活跃着一些文化精英，其中不乏善会者。他的书包括任袭、允禄，还有西洋画家郎世宁，都对乾隆皇帝的书法绘画产生影响。他的绘画起点很高，随意可以赏玩名品佳作。清代入关之后，一方面接受了明代宫廷留下的大量历代佳作，另一方面他收集了很多这种包括前代留下来的各种书法作品。那么这些书法作品呢，开拓了
乾隆皇帝的演戏。这是三希堂，在故宫养心殿西边有一个小屋子，三希堂，那个面积大，不到6平方米啊。乾隆皇帝藏的那种快雪时期期，王羲之的快雪时期期，王献之的中秋期和王迅的国远期这3个书法名作，特地藏在这些小小的屋里边。那么三希堂还有一个典故，是源于叫世希贤，贤希圣，圣希天。世人希望成为贤人，贤人希望成为圣人，圣人希望自己能成为知天之人。所以它这三希堂有个比较深厚的文化含义。那么上面还有2个挂对叫做怀抱关谷心，身心多豪素。那么乾隆皇帝可以想象他坐在这个三希堂靠南的这种窗户这儿，看着外面风景，里边呢是收藏着3幅书法作品，这种感觉。乾隆利用最好的纸、最好的墨、最好的笔，同时最好的心态来创作，于无拘无束中，笔随意走，诙谐着性情，而不是笔张墨法。画史上能有这种境界的人，千古难寻。我们看弘历11、12图轴，他做成这样的汉族文人雅士的装扮然后右手放在这种膝盖上，左手捧卷，旁边一个小童给他们正在往这里边是驻茶，里边呢，他虽然穿的是我们汉族的服装，但里面家具已经是清代家具风格了，已经都是清代家具风格了。那么它里面的清代宫中留下了很多这样的比较有名的文房用具。我们看看，这是一个用紫檀木，我们看做板的这样一个提笔，是雕漆，紫檀木雕漆的这样的提笔。我们看笔斗呢长2.5厘米。提笔的直管无帽，笔管修红酱色雕漆，并拼以紫檀木、紫檀斗，笔锋呢为雕毫的这样无损饰。皇家用的笔都是最好的，用红木、用紫檀做的这样一个笔。我们看看这种花梨木管的这样一个从麻的这种羊毫抓笔，这种笔呢一般用于书写大字榜书。我们看看这种笔斗呢，我们看也是用黄花梨木制作而成。这个抓笔呢，跟着我去年海南的那个省国办展览，把这个笔给带过去了，用黄花梨制作而成这个笔。黄杨木东山报捷图正卷，这里面有乾隆皇帝御制诗黄杨木东山报捷图的这样一个笔筒，上面是镶着坛口，而中间呢用黄杨木这种木质呢是比较细腻，而且特别适合雕刻。而我们中国黄杨木的主要的雕刻大师产在我们浙江应该是乐清那边，是温州乐清附近产些黄杨木雕的这样一些大师。那么清代皇帝很多这种里边的这种陈设、文玩陈设和笔筒都用黄杨木这种材质来雕刻。我们看这种雕刻的这种人物采用这种生浮雕刻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山水有基因，清宫文具，我们看看这个文具这是一个玉名松花石的这样一个禅文石的这种长方砚。我们这个砚的这种材料呢，是采自于我们白山黑水的这样一个松花石砚。清代入关之后对自己家乡的这样一个土特产也是十分重视，把产于白山黑水中的松花石呢，是作为它的制作砚的这样的材料，大量进入到宫中。我们看这种砚呢，是松花石质。实质呢细密光滑，纹理清晰，整体呈蝉形。砚堂平阔，砚额篆书“会题集”3个字，并巧作墨纸。大家能看到“会题集”吗？这3个字。我们看看有“会”右边是“会”，左边是“题”，上面就在上面“会题集”，也是比较巧妙的这样一个设计即是上面上面透孔开光雕刻的这种纹饰康熙帝呢，从避暑山庄特别御书题额。这个会离集呢，它的意思呢是为顺应天时、吉祥安好之意。背面呢有乾隆的这样一个御名：出天汉，圣于卓为砚，纯粹精然后为了这个砚当时是清代宫廷是特地为它制作的这样一个用黄花梨木制作的这样一个砚盒。我们看这上面乾隆皇帝有御史乾隆32年各做成这种作坊，里面记载传旨各配花梨木砚盒盛装，产于自己家乡的松花石砚。乾隆御题紫砂砚盒，这是一个紫砂砚
清代皇家的这种砚呢是有很多一个是产于哪儿啊？一个是松花石，还有一个是产于安徽的这种产于安徽的砚，还有一个砚是著名的砚，大家知道是哪儿吗？柴某这个地方，我们广州柴某的端砚，就是最好的砚就是端砚。而这个紫砂砚呢，也是清代别出心裁用紫砂做成这样的砚但主要还是端砚是作为重要贡品进入到我们的这种宫廷是端砚是在照镜端州施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主人嘛，就说的是端砚。我们看这个乾隆御题的这种紫砂砚盒呢，上书乾隆御题榜送玉兔朝元砚师。我们看这个朝砚师，这是用紫檀木做的这样的砚盒。我们再往下，月之精，戊兔生，三五云，阳光明。我们看这种紫檀的纹理清晰可见。那么清代帝王是特别用紫檀木黄花梨做这种盛放砚的这样的砚盒。这个皇帝这个御制诗是我们看这首诗收录到了《清高宗御制诗集》第2集卷29里边，专门有这首诗记载，足见皇帝对于我们对这个砚的重视，特地做成这种砚盒给它盛装。紫檀卷轴册页包装，我们看这是一个紫檀卷轴册页包装，这是一个很漂亮的这样一个仿生型的这样一个包装盒，用紫檀木做成卷轴，底下的这种紫檀木呢，外面这一扎是嵌制的象牙，做它的册页。那么它里边呢，打开之后呢，它是盛放卷轴画的。我们卷轴是卷轴画的，打开之后它能打开，看到没有？它那堵头呢，象牙做它堵头，紫檀木做它的这样一个卷轴的一个筒。我们再往下看，打开以后就是这样一个这样的场景。那么这是一个册页，是放在底下的册页包装的这样的长方形的盒，上面卷轴的这样的画呢，是卷下来放在上面这个卷轴的这样一个雕刻的这样的囊匣之中。就是清代宫廷的这种木质的这样一个文具和家具它都富有时代感和设计感。当时，这是沉香木雕的这样一个壁阁。壁阁呢是中国古人是文人写字作画时可能手比较累了，放手的也可以叫手枕，写字比较累，直接放手搭手的手枕。这个我们看整个这个壁阁我们从这儿看整个这壁阁呢用沉香木制作而成，一个长方形的弧形的这样的沉香木制作而成。我们看看沉香木雕的这种菊花图的这种壁阁呢，雕饰的湖石、花草、野菊，姿态秀丽，壮固生动。虽然沉香木色泽沉暗苍老，但经妙手点画，亦不合那种婀娜之质，就随形雕的这样的地步。我们知道，这个黄杨木雕的这样的卧牛图，我们看卧牛，这是一个也是乾隆皇帝最喜欢的这样一个小的一个文房的这样一个陈设的这样一个板玩件，用黄杨木。黄杨木呢是色泽比较细腻，也是它的那种纹理呢也是比较鲜艳，也是比较细腻，特别适合这种精雕细刻。但是黄杨木它很少用黄杨木雕刻成家具，大多是作为这种文房雅件雕刻，有时也在家具上作为用黄杨木做它这样一个小的嵌件。南木的书函套，我们看书函套是这种放那个书的这样一个书的囊匣。我们看这个书的这样的囊匣，用楠木制作而成。但是打开了这个囊匣，打开了这个书面这个封衣之后我们看这个书面的这种书板，我们看它这个囊匣呢本身它是用楠木制作，再看它的书板的封面，我们看也是用楠木制作的这样的书面。我们看看，这是乾隆皇帝那么很多放文房古玩的这样一些图书典籍，一般的都是用楠木盛装。有在宫里面很多记载用楠木做成的这样一个书盒，用它的书柜，还有这种放这种书函册的这样一种小囊匣。除了刚才我们看那种卷轴的那种册页以外，包括还有用那种楠木制作的囊匣，盛放这些皇家的这种典籍书册。琴是我们古老的民族乐器，与瑟并称。古代的琴棋书画成为这种文人雅士必备的雅器之一。我们看这是仲仪式的古琴，那么我们很多琴是用这种桐木制作，那么在宫里面呢，琴的那种制作更为讲究，用什么呢？用紫檀制作。我们看看，这是个明代的这样一个峨眉松琴。
峨眉松琴呢是铸泥式古琴，桐木制，这种琴面的底及龙池呢盾罩啊，就是我们可看到的之处啊，就用紫檀木啊给它贴的格儿，我们看紫檀木贴格儿相接。我们虽然能看到紫檀木片的这样一个贴着的这样一个贴格。那么这个琴的背面，乾隆皇帝后来把这琴啊给收了以后啊，特地啊让很多这种词臣呢在里边填写上这种词臣的琴名，前衣五色，统一的紫檀表面施以金灰，丝弦和五色铭刻，沉稳富逸，颇具风雅意趣。我们看这个普通的琴啊，皇家是特别喜欢，特地让大臣呢在这种琴的这样一个琴背和铭刻这种大臣的这样词名。所以说皇家的这种木质的家具、木质的乐器、木质的这种文具，一到了皇宫之中哈，就被包装成一种绝无仅品这样的精品。红利，我们看看这种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图哈，这种弹琴的这样的图轴，这是一个琴呢，是古代文具，那么清代皇家文具，我们刚才讲过了。那么由赫赫为一的入教语谈起清代古贝中的木文化。清朝统治者兴起于东北的少数民族满族，他们生活在关外无垠的黑土地上，来自西伯利亚的强冷寒流和蒙古高原吹来的强劲风沙，给之古老的渔猎民族磨砺出坚韧不拔的精神和骁勇善战的性格。17世纪初，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这是咱们看的东北现在很多那个大县里还有很多少数民族骑马射猎的这样一些图片哈，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建立后金政权，然后兵锋直指明朝。最后由于各种原因哈，那个是从黑土地上咆哮而来的八旗土地，成为最后的赢家，定鼎燕京，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大一统130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王朝清朝。清朝统治者定鼎燕京，稳定天下后，为保持本民族骁勇善战的精神风貌哈，举行一系列皇家体育活动，骑马、射箭、打猎、兵器。而在这里边呢，就有一件我们故宫这周老师把的一件家具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个鹿角椅，我们看这个鹿角椅啊，它是用鹿的这种公鹿的这种角，这个犄角，然后做成的靠背，它两侧的靠背、两侧的扶手，包括4条腿足哈，都是用鹿角制作而成。那么在它靠板正中呢，有乾隆皇帝的这样的御题诗，我们往下看。治理犹看双脚泉，乌号之命想当年，有乾隆皇帝御题诗。这个御题诗纪念的是什么呢？纪念是他的祖父康熙皇帝骑马射箭，把那个鹿打完以后，用鹿角做成鹿角椅，纪念他的祖上这种打猎猎鹿的这种丰功伟绩，特地做成这种鹿角椅。中国传统作为一个帝王在一生中至少要进行2件事儿。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是祭祀祖先，戎呢是兵戎相见。戎是什么呢？那么在春秋战国甚至到周代那时候，过去也是各个诸侯国之间互相征伐。那么戎是什么？是抢土地、抢地盘，然后可能是扩展自己土地。后来到了和平时期呢，没有战争了，但是也要定期要皇帝带领皇族要进行一些骑马射箭的活动。那么叫皇帝的狩猎4时都有明确的规定那么春夏秋冬有不同的这样一些射猎活动来代替这种戎打仗，在我国由来已久。清代入关之后，几十年开疆拓土，大规模战时活动基本结束。这时候的八旗方兵没有什么战斗力了。那么康熙皇帝后来平定了这种平乱以后平定了吴三桂为首3万部队后，就决定了得让八旗方兵重新拾起这种战斗精神。于是便开始仿效古代，开始在哪里在河北与内蒙古交界处的地方，你看河北与内蒙古交界处一个叫做我们今天叫围场县，进行专门的设立一个打猎的这样一个猎场。皇家猎场的面积，整个面积是1万多平方公里，1万多平方公里，有高山，有草原，有峡谷。那么围场主要目的是打猎，我们看是哨墓。哨墓是皇帝带领八旗方兵组成的这样的一个包围圈，把这种先由八旗方兵吹这个鹿哨，把这个鹿吸引出来之后，然后进行猎杀。而里边重要的这样一个猎杀的神器呢是什么呢？
这种楠木做的鹿哨，用楠木做的，用这种鹿哨呢是公鹿求偶的声音，一吹就把母鹿吸引过来了。而鹿呢，它是群居动物，那么公鹿和母鹿啊，这种鹿群居在一起以后，就把其他的食肉动物也吸引过来。于是八旗官兵们呢，见这些食肉的食草动物在一起的时候，便开始摩拳擦掌，开始进行了这种开始屠杀了猎杀。那么这里面用的剑，我们看这种索伦长皮剑，我们看这索伦长皮剑。这索伦长皮剑它的最大特点呢，剑身比较长，这种剑杆呢用杨木制作而成，剑羽呢是用雕的羽毛，有的是用大雁的羽毛，剑头呢是用铁做的，这种长方形的跟那个矛一样的剑头。这个剑最大特点杀伤力大，它除了主要是用于大型的俘虏类动物，还可以用于战场作战，战场作剑。索伦长皮剑我们这上有，这是个文言文哈，索伦剑。一个是用于那种射大型的那种猛兽，还有个军事用之，就作为一个制式武器，装备在清代部队的。乾隆皇帝我们看骑马追着这个前面奔跑的这个鹿，我们看看，木兰围场是一场大规模的围猎活动，每一次围猎活动结束后，收获最丰的都是被猎杀的鹿。那么皇帝把那个鹿啊做成鹿角以致纪念。我看乾隆皇帝用的剑，每次猎鹿完之后，大家都要在野外举行这种烧烤。然后皇帝带着大家叫其乐融融哈。我们看这里边，这是清代的这是清代在木兰围场这个围猎完以后的这样一个欢乐欢快聚集的这样一个场景啊。乾隆皇帝是骑马呀，我们看看用长皮剑射前面，除了鹿射鹿之外，还有射狐狸、射狼、射熊。快剑我们看这个剑呢要比这种长皮剑要短。快剑是做什么呢？射鸟的，射飞鸟的。也是用楠木，也是用杨木制作成，用杨木。我们看乾隆皇帝射飞鸟的这样一个图哈，用的快剑射的飞鸟，杨木制成的这样一个剑杆。阿虎枪专门是老虎的，阿虎枪是用什么制作呢？是通高2.49米，枪头长29厘米啊。它是用白蜡木制作，白蜡木产于我们主要是温带地区，东北或者北方地区白蜡木相对多一点，南方它也会有。但它北方呢，主要是在清代贡献主要是刺老虎的阿虎枪。我们枪头呢，它比较锐，我们看看后边有血头，中间呢，我们看有2个小壳头。为什么有2个小壳头？有2个鹿角哈，做成了这样的一个小的柄。我们看底下呢是插在这样专门的阿虎枪的这样一个里边底座中。我们看皇帝。它这个鹿角啊，做成了小挡头啊，因为老虎啊，它伤人它是出起来跳着伤人，正好这2个小挡头啊，插在老虎的肋骨间，就防止虎落伤人，正好把老虎架在那个空中。所以说，清代皇家人猎老虎啊、猎鹿这些装备啊，也都是非常有讲究的，各种物质品。这还有专门射老虎的弩，这种弩呢是用楠木制成的这种弩。我们看这种弩的这种弩枪啊，弩的身呢是用楠木制作成射虎弩。还有清朝御用的这种牛角金桃皮弓，我们看看这种弓呢是比较有讲究，用弓里边用金桃皮包裹在弓弹的表面。它有2种说法，一个是来源大兴安岭的灌木植物，一个是还有一种产于我国南方的一种桃树的这种枝条皮。那么有2种说法，这种2种说法，反正每种说法可能都有一定道理。那么清代弓呢有很多呀。还有桦树，用它的桦皮装饰，其染色呢或彩漆描金花、金黄色纹的。我们看这样一件家具哈，这是楠木的这样长方形的长箱楠木，上面有乾隆皇帝隶书写的，里面是放了乾隆皇帝最喜欢的2把腰刀。我们看这种楠木，战恶掏金楠木箱，长方平直。那么楠木长方平打开箱以后呢？我们看有几个桃，这个桃呢是专门放乾隆皇帝最喜欢的2把腰刀。那么这2把刀呢，我用楠木做成了这样箱子，然后箱子4角呢起这种铜包角，然后底下放在楠木底下放在底，楠木箱再放在底座之上，给它镶成。这是乾隆皇帝最喜欢的这样的飞雀的这样的腰刀。那么在清宫刀案处曾经有这种记载，乾隆皇帝特地下谕旨，为这个刀复用楠木给它盛装在里面。我们看。其准神枪，乾隆皇帝也是打猎用的这样一个火枪，叫鸟铳，最早是打鸟，后来用打鸟铳也可以用于射杀大型的猛兽，甚至在清代宫中的那种战场中也有这种鸟枪。
鸟枪我们看这种旗准鸟枪啊，它的特点啊，它是用秋木做它的枪床，我们看秋木，用它的桦木做它的这样一个枪支子，桦木双叉枪支。我们看看，刚才我们讲到了清代宫廷的这种打猎，这种文治武功，这种武器装备，我们看有巴拉木做打的这种阿虎枪，用榆秋木做成的这样的枪床，用杨木做成这种快剑，还有金桃皮的这样的桦木装饰的弓，射老虎的用楠木制作。那么清代宫廷体育活动中的文化总结和木文化哈。那么清代宫中体育活动丰富多彩，声势浩大。那么皇宫中的很多装备都是用各种木材制作，比如说这种楠木制成这种鹿哨，射老虎的弩用楠木制作，还有利用弓用金桃树皮和桦木皮包裹，而行为打猎的将杆都用杨木制作，而清高宗御用的火器这种奇准神枪用秋木制作，阿虎枪呢，刺老虎的那种阿虎枪用白蜡木制作。能工巧匠们技艺高超，手法娴熟，利用不同的木材生产制作的形式丰富，功用各异的体育用品。它们和古典家具一样，也是中国传统木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我们从新的角度去审视和研究。我们讲完了，刚才我们从这种家具、文具和这种清代的皇家体育讲完了，我们再讲讲我们中国清代宫廷建筑。中国建筑体系是以木结构为特色的独立的建筑艺术，在城市规划、建筑组群、单体建筑和材料结构等方面的艺术处理取得了辉煌成就。传统建筑中的各种屋顶造型、飞檐、翼角、斗拱彩画、朱柱、金顶、内檐装修和园林景观等景物等，充分体现了中国建筑艺术的纯熟和感染力。明清两代，我看帝王之家大兴土木。明代建立之初为营造工事用大量的建材。明代统治者派员从南方采伐了大量的樟木、楠木、杉木等巨木，源源不断充实内廷，成为帝王之家建筑的栋梁之材。而入清以后，沿袭明制，一遇到宫殿大工，仍派员到湖北、四川等地采办木材，其中不乏楠木等佳木良材。而钦定大清会典记载凡修建宫殿所需木材它的这种各种石灰呢，宫石炼灰皆于金西山路，而楠木采于湖南、福建、四川、广东。清代康熙初年，为兴建太和殿，曾派员赴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四川大量采伐楠木。而康熙以后，随着楠木数量减少宫中建筑呢开始大量采用来自东北的这样的松木。宫殿建筑和内檐装修中呢，还用了大量的杉木、柏木和名贵的紫檀、花梨、楠木等。木秀于史，宫殿建筑内檐装修的木结构，故宫呢受国古代工程发展史上唯一实力和最高典范，也是世界上的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紫禁城的宫殿建筑呢，多为土木结构，以大木为立柱，采用斗拱构造。内檐装修呢，则以木结构为主，巧隔断、精布置。银木质的格扇、壁插橱、檐板、花罩分割出不同的空间。同时，在宫殿内的天花板和门窗、炕房上都是以精美的木雕，具有突出的艺术效果和装饰作用。我们看，这是故宫，这是那个咸福宫后殿同道堂的这样一个落地花罩。我们看这样的落地花罩，采用楠木制作的这种花罩。大家可以看看，这种落地发罩，它并不是那种封闭式的发罩，而是用这种用楠木、柏木做成的发罩，巧分割用里外间。宫里边的这种用落地发罩分割的，一般的叫正间、次间和稍间。这是咸福宫后殿同道堂的这样一个楠木为材做成的一个落地花罩，花罩上壁插橱有各种大臣写的这样一些各种各样的诗句在里面。我们看这个隔扇门，除落地花罩之外呢，这种封闭的就不是落地花罩了。这种封闭的门呢，就叫隔扇门，门是可以这么打开的，也可以拆卸的隔扇门。它也是有大臣写的各种各样的这种诗句在里面。
储秀宫正殿民间是慈禧皇太后居住的宫殿正间。那么储秀宫在它的地平台上我们看它的宝座屏风后面就是一个小平门，这平门是万福万代雕刻的这样一个楠木做成的这样一个平门，是坐北朝南。而储秀宫的东四间，我们看它里边建筑用各种各样的花梨，我们看用各种各样的花梨做成的这样一个也是透雕的这样一个花罩，也是形成一个巧妙的这样一个分割。我们看储秀宫内部陈设的落地的花梨做的这种透雕的这种竹叶纹的这样一个落地花罩，还有储秀宫东烧间北侧花梨木雕的缠枝葡萄的这样八方的罩门，这种八方罩门也是用这种花梨木雕成的花梨木的这种八方罩门，是透雕风格。所以说在宫里面有很多这种落地罩包括我们看到的格扇门呢，都是用南柏木或者用精美的花梨木制作成的这种门罩、格扇和落地花罩。乐寿堂为紫禁城东北角宁寿宫后区中路建筑之一是当时乾隆皇帝是最早是乾隆皇帝是准备在乐寿堂做自己的那种颐养天年之所。后来乐寿堂以后呢，到了光绪以后呢，经过重修之后，又成为慈禧太后居住的这样一个宫殿。我们看看乐寿堂里边的这样一个风格特点乐寿堂在内檐装修上以统一协调的手法取得完美完整的艺术效果。它的装修及天花采用紫檀木、楠木雕为本色，浑然一体，渲染的室内高敞开阔的气氛。楼上楼下的这样一个格扇全部为无抹的紫檀格扇，我们看核心呢紫檀回纹的灯笼框，嵌珐琅卡子花，桃花板的嵌掐丝珐琅的这样一个铜鎏金的回笼，裙板上的嵌掐丝珐琅铜鎏金的这样一个云龙。我们看这是乐寿堂二层楼上横尾板上的革新的这样的灯笼框，嵌的瓷针书画。我们看到四周呢，我们看看这瓷陈的这样一个掐丝珐琅卡子花，它的边框是紫檀木做成了这样一个边框。正中呢，阁楼正上方悬有一块与和气游的横匾，两侧对称的挂有左右突出于画景，庭前松竹爱春风的玉题挂对，充满了诗情画意的这种文化气息我们看它的天花板，我们再往下看，是它很有特点的。我们看这天花板，天花板是用什么材质做成的？这是它的一个这种挂檐板上紫檀木雕的绘纹卡子花，并以掐丝珐琅花板作为它的这样一个背衬的衬垫。天花板是做什么呢？大家看到天花板是用楠木，乐寿堂内楠木雕花的天花板，用楠木都是一块块楠木给雕刻而成，这样的天花板是非常非常讲究。楠木天花板的雕花技的，我们看它里面的装修都有名贵的楠木制作而成。而寿康宫后殿，这是乾隆皇帝的生母重庆皇太后居住的宫殿。那么后殿我们看这种格扇门我们用什么制作而成呢？用南柏木做成的这样一个格扇门。格扇门的平心是柏木，两边的边框都是用楠木制作而成。这个地方对外开放了，大家以后有机会可以到故宫去参观，可以看到这个寿康宫。这是个乾隆皇帝为自己生母重庆皇太后居住的宫殿，专门的制作而成。我们从这儿能看出来一些建筑的构件，这是6抹的，1抹、2抹、3抹、4抹、5抹、6抹的红木袈裟回笼卡子花的这样的格扇。那么清代宫廷的这种建筑装修非常讲究用红木做成的这样格扇。这种楠木的牡丹透雕的花罩，这是我们刚才讲说落地花罩的花罩的顶部，我们看用楠木做成这种牡丹透雕的这样一个花罩。我们看到这种万字块，我们看这种成功书法书写的这种横批的窗心的正面，用楠木制作的这样一个瓷陈书画加煞的横批窗，这样一个楠木制作而成。我们看这种，还有楠木梅花冰叶纹，冰叶纹呢是我们主要是南方我们江浙一带用的这种苏州的用的比较多，这种冰梅纹、冰叶纹梅花的纹理做成了这样的裙板，这种格扇门，我们刚才讲的叫里外空间的格扇门，它可以开卸的，是做成这种雕的这样一个玻璃的这样一个格扇门。
所以说清代宫里面的这种里边的这种建筑里面的装修，建筑里面的构建也是非常非常讲究的。而我们再看看宁寿宫花园建筑内的木艺拥用，乾隆时期大兴土木建了这种宁寿宫花园。宁寿宫花园里边的很多的这种宫殿建筑都是极为奢侈、极为奢华，用的材料是非常非常那种奢侈的。那么里面有一个叫倦清斋，这是乾隆花园里边的重要建筑，也是乾隆皇帝里边修葺的这样一个宫殿殿堂。倦清斋建筑里最具特色的内檐装修部分，我们看看，包括这样一个顶棚，大家看墙面，我们看这种墙面，包括它的木隔断装修的，它都是以竹为题材进行装饰，以竹为题材进行装饰。而里边的这样一个里边的这种，我们看看这种颇有这种立体感的这种色彩，这种通顶画呢，实际上是欧洲传教士画家郎世宁借鉴欧洲教堂中的天顶画和全景的形式，移植到清代宫廷内的。我们看看这种。那么这应该里面呢，还有一个小戏台，我们看这小亭的这样一个小戏台，方中小亭，坐西面东，亭为木质，仿竹本。我们看的是竹本，但它并不是真正竹，大家看到的什么？用木质仿竹本。仿竹本的这样里边的栏杆，它的上面这样一个建筑的这样一个横尾板，包括它的立柱，都是这种木质的仿竹的这样一个不同特点。我们看这种亭子它的一块墙、对面阁楼周围的装修上，它都是木质的，但是为了达到独坐幽篁的逼真效果，特意用漆修成的这种竹纹装饰，几乎可以乱真。这种木质竹纹装饰一方面是与东武间大量的竹黄装修协调，另一方面与西间通景画这方面图案也是一致的。我们看这种栏杆，大家看这栏杆，大家我们看有一香灰竹有斑竹呢，上当不是，它是用木质带上点画而成的。所以皇帝他为了达到那种独坐幽篁那种，不想用木质给它画出这种竹子的这种颜色色泽。我们看这种立柱上呢，也是用木质的立柱。被彩绘成这种斑竹纹，我们看看，可以说处处见纹呢，处处见这种竹。那么综上所述可知这种倦清斋建筑艺术的突出成就，就是宫殿建筑里大量采用了竹纹装饰。那么在里边的东武间，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空间内部采用了竹黄雕批和竹丝相近，而在西次间内部采用了木质仿竹纹彩绘的手法。把整个倦清斋的室内营造出一个独坐幽篁品竹韵的效果，达到以简乱真的效果。这也是木艺装饰与宫殿内檐装修完美结合的这样一个经典范例。那么结语，故宫博物院现有文物藏品及可移动文物150万件这套，其中木质文物数量众多。除了这些可移植的木质文物藏品之外，还有大量的宫殿建筑采用了精美的木艺内檐装修。今天呢，我们从故宫珍藏的宫廷家具、文房器用、皇家武备和宫殿建筑的内檐装修等几个板块，对中国古代木文化与清代宫廷生活进行了简要概述。通过欣赏品鉴这些木质文物藏品的精美和宫殿建筑内檐装修，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当时国运的昌盛历史条件下，代表艺术的空前推动力和创造力，同时也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传统木文化的博大精深。而传统的木艺文化的鉴赏收藏是雅士叙事，有学有艺之士，在求知过程中所积累的知识不是一朝一夕一蹴而成，而是需要漫长的知识和时间的积累。正所谓即惠民风雨之情，积业成裘，聚沙成塔，才能领悟到中国木文化艺术丰富的内涵，对于我们今天的木艺产品的开发和应用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也希望大家以后能关心木文化，能够有机会也可以多到各地博物馆去看一看这种木文化、木艺的精品、木艺的文化和木文化带给我们中国古人的影响。同时呢，我们今天的木艺产品开发，今天呢也来了不少我们厂家做一些艺术品开发厂家，也可以从我们宫廷的木艺文化作品中也得到一些启发，让传统的木文化在我们这一代手里发扬光大，续写辉煌。好，谢谢大家。